那就算了，都问。一会儿听我主持哈。没得那个老婆，我先说话，我说你们可以说，你才能说啊。咱你搞得那个。正是，是的。哇，你搞得那个成都还说。哎。太失败了，你俩都没反应，你俩完全没反应。没，不是的，好。太失败了。来，听我指挥啊。没得那个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接下来谈话，你给我们充满了爱心，充满了耐心，充满了理解，充满了互相理解、互相包容。然后走在我们中间，你是和平的神，谢谢主，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名，阿门。好，听我讲。
今天呢，我们要现在也不会很久，大概3分钟。我们要做什么事呢？我们要做一个和好的谈话。那个呢，这个礼拜呢过得太别扭了，不行，必须和好，没这样子的不行。好，接下来有几个就说游戏的规则。第一个规则，当一边说话的时候，另一边不可以插嘴，必须等一边说完，说完以后才轮到另外一边回话，不可以中间就不可以。这第一。第二，不可以大声，要轻轻慢慢的说，不能着急。第三，不要去指责对方，不要说你就是什么什么，你就是什么，我们不这么说啊，我们不要这么说话。接下来呢，和解大会开始，那咱敬老尊贤，妈先说，有啥说的都可以说。我其实没得啥子，母女之间有啥子嘛？平时我也觉得，大孙你对我还是很好。我对你最大意见就是，也许是你那些年出来高人出人不容易嘛，形成了那个性格。我理解你，但是我都是建议是为了为啥子？你动不动都把那个脸一拉起，说话都好像很连续啊，好像是上级训斥下级，或者是父母训斥儿女那个样子，我都是那点接受不了。其实我其他都没啥子，你看我们平时有啥子，没啥子噻。都是我只要你那点注意一点。好，母女之间啥子都话都没有。我把重点帮你捋一捋。妈妈说。你居然全听懂了。我都听了，这听了好几次了。我跟你捋一捋，我把重点给你简单一下，因为讲啪啦啪啦一串，我跟你简化。第一，其实是最重要的。妈妈的意思是说，大双跟我说话的时候，尽量温和一点，这样我会比较感觉不好像不是被老师上级对下级那样说。我这样说对吗？对。有说到你的意思吗？说到了。那下次可以练习用这样的方法说出来。对头。好吧，好，行，那说完了啊，现在换大双说行不？说噻，没得啥子的。我想想哈，妈，你生气的时候，你那天晚上我不是关心你问你，我说你怎么起来了？你不是恶狠狠的跟我说话，你说我怎么睡得着？你看我这身上什么？不可以打断，游戏规则你得听。我是不是问你？我说为什么不能好好说话？你跟我说你在生气，对吧？对。但你生气的时候可以恶狠狠的说话，我生气的时候拉下脸跟你说话就不对，是吧？不用问，你就把你话先讲。我的意思是，当我拉下脸用那种方式对你说话的时候，我在生气。为什么在生气？是因为前面好好跟你讲的时候，你没有听。人在生气的时候，不可能好好生气，所以我一定会不可能好好说话。专心，妈妈不可以玩，专心听大双。所以你刚才说那个，我完全同意，我也不想用那种方式跟你说话。我那天其实也先跟你讲了，我说我现在很累，所以你听我好好跟你说话，不要跟我在那儿我说一句你对我几句，我本来就累，你再继续怼我，那到后面我就是开始生气了。我对你生气，我不是对你生气说话这样，我对应该是所有人生气的时候都会把脸拉下来，对吧？你生气的时候，你跟我说话也是训斥。我要表达的是，我完全同意你说的，我不喜欢拉下脸说话，我也不喜欢别人拉下脸跟我说话，所以我一般采取的措施是，别人跟我讲话的时候，我认真听。妈，你在发呆吗？我在听呢。因为我看你的眼神好像开始游离。你讲短一点，因为还有第二段。所以我的意思是说，要避免将来你和我拉下脸跟对方说话，最好的方式就是我们在好好说话的时候就认真听。如果我不喜欢、不同意或者不想现在做，我们就马上表达出来，不要闷着，因为有的时候你没有及时给我反馈你的想法，会让我误解，误解的后面就会生气。同样的，
当我生气说话不好，语气不好，你肯定也生气，说话语气不好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一直在，就是说我一直希望我能够把这个概念解释给你听，就是说我们说话的时候放下手上的手机。你看每次我要叫你吃饭，我跟你说我是不是跑到你旁边，把耳机线拿下来跟你说话，对不对？我就是希望这样子好好说话，就可以避免后面产生误解，带来不能好好说话的那个机会。你理解我意思吗？所以我同意你说的，我们从现在开始，尽量我们不是神，所以我们做不到永远都会好好说话。但是我们从现在开始努力学习，认真的听人家讲话，也好好的跟人家说话。你同意吗？好，同意。好，我重复一下有几个点啊。第一个，熊，爸爸啊，好。真的没今天你见到我了，要亲了我。哎呀，一会儿你俩亲热去没事，一会儿给你。谁？别个几天才给你亲，不跟我接触了的嘛。妈现在可自信了，在这里再报个喜我跟你捋一捋啊。第一个回应妈妈说的，大双不是跟妈妈讲话就要拉着你，什么时候拉着你？他生气的时候他拉着你。好，这是第一。第二个，大双也承认，生气的时候讲话，脸看起来都不好，不管是谁都一样，我也一样。所以呢，应该生气的时候去旁边把你自己的情绪处理好，才能谈话。因为生气的时候谈话是没有效果的，只会越讲越糟。第三，大双讲了一个他的希望，大双希望是说，好好讲话的时候专心。不止一次听到大双说把手机放下来，把手机放下来，我听到好多次了。所以很明显，大双希望他在跟妈妈讲话的时候，妈妈把注意力放在他身上，就是说100%，这时候我听你的，好，我知道你要说什么，是这样。大双需要的是这个，他需要我们这样，他也喜欢我们这样。如果我们这样对他说话，他会觉得他很被爱。你听得懂吗？被爱，他会觉得妈妈很爱我，妈妈很在乎我，所以我说话妈妈会很仔细听。但是如果妈妈讲话，如果大双跟我讲话，那表示妈妈不在乎我。孩子的心会说，我的妈妈不爱我，我肯定相信你不可能不爱大双啊。做得到的，但你觉得你要啷个说，感到这个女儿真的对我很好，说吧？这应该你告诉我，我怎么跟你说，你才会感觉到我对你的爱啊？就像我刚刚告诉了你啊。我的想法都是刚才说的，你说什么？你生气的时候拉长脸，你生气拉长脸，我没得意见啦。问题是你平白无故都拉长脸了，我肯定听不进来，看不进来。所以你认为我平白无故在对你大声说话是吧？好，换你跟妈说。我刚刚已经说过了，我只会在生气的时候。所以你认为我平白无故对你生气，是因为平白无故拉长脸跟你说话，是因为你没有意识到我已经在生气了。我什么时候开始生气的？你刚才讲的4个阶段都是事实，我就跟你讲在哪个阶段我开始生气了。第一个阶段我很生气，那个时候我就开始生气，但是我没有说什么。等一下，让这2个小伙要进入，太吵了。慢慢说，不着急，慢慢说，因为说了你才理解。毕竟也这么久没有跟大双一起住，我们来了解他。就说我相信你是做了，但是你坚持说这样就够了。这样就够了。其实我是不高兴的，我其实没有冲你发火，我没有说任何话，但是你那个时候就开始念叨我了，就是你刚才自己也说了，就是我就不重复了。然后呢，但是我还是耐着性子跟你说，那个时候你就开始不高兴了，你就把东西一扔，然后就开始慢慢的你就走了。这个时候我就忍不住了，我前面一直在忍你，我前面一直在生气，但我一直忍着没有说。你理解我的意思了吗？你认为我是平白无故，其实是因为你没有觉察
不是无缘无故的生气，是其实他已经生气了，而且不是无缘无故我们还训你，而是我们还不已经在知道，就是说在我们以为他现在才突然生气的之前，其实他就已经生气了。好，那我现在要求一件事，大双，婷婷，当你生气的时候，你不要让它累积起来。你在一开始，比如说你生气的时候，我觉得那个时候我们就要做处理，而不能压着他继续做事情，因为妈妈不够聊。可以呀、我跟你现在的这个过程，我跟 T 飞也走过这个磨合过程，所以现在基本上我感觉到我里面要生气或者已经在生气，我会跟他讲，我说我现在心情不好，你不要惹我，不要你乖一点，就是我跟你说做什么，你赶紧去做。反正你事后有什么想法，你再跟我讲，但是你不要再火上浇油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有的时候他还在上班，我感觉到我今天情绪不好，我就会给他发短信，我说我心情很不好，你回家乖一点，安静一点，我需要安静。大双的意思，我也可以跟你，我以后也可以这样跟你。大双的意思是什么呢？是他察觉他自己有这个弱点。他生气的时候，他如果生气的时候，如果我们讲一些，其实比如说其他人可能都不会有感觉的，但是他敏感，所以他知道他有这个弱点，他又不希望伤害他身边的人，所以他会提早告诉我现在不太对劲，你要就说稍微小心一点。你没有过放进步啊！哎，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谈这个谈话会的重要的目的。所以我刚刚才说嘛，以后我也可以这样子跟你。以后呢，警报就来了。就是当我跟你说，其实我也有一个信号给你，我说妈我累了，我再好好跟你说话。其实那也是一个信号，但是可能我们妈还不知道。但是因为我们事先没有打过招呼，这是个信号，所以你没有懂，我也理解。那这也是。今天交流学习的一个重要，就是说，那你以后你也有情况，你也可以发现了以后及早告诉我们信号，那我们也会见机行事。那因为群体生活就是要彼此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弱点。我认为呢，就是我确实比较仔细去观察我自己，因为我毕竟成长的家庭，我的父母经常吵架，所以我会很仔细去观察我里面的变化，有变化我就要告诉我的配偶，告诉我身边一起生活的人。目的就是避免走到那种大爆炸里，理解我意思？我理解，但是我就说你有时候，说话的时候还有点儿的是只让你自己说，不要别人申辩。你至少你比如说你要跟我说到这，我都可以跟你申辩一下，不是那个回事啊。你应该让我申辩啦，你不让我申辩，对不对？等一下啊，先提一个要求，所以呢，对我来讲。我知道你要生气跟我说什么，但是对妈这边，那我希望你以后如果要生气了，要爆炸之前，你给妈说，妈，我现在快要爆炸了，你能不能先不要说话，就听我说，类似这样，很清楚的告诉妈妈，我要生气了啊，这样子。那妈，你听到这句话以后呢，咱就不要申辩，过了以后再申辩，因为不着急这5分钟嘛。不着急是半个钟头，对吧？要申辩可以在这个时候，我们听到的时候，我们多包容一点大双。我们等他好了以后，我们再回来跟他说，大双是非常讲理的人。我们一讲，他如果觉得他做不对，他会跟我们说对不起，这是会，我知道。第二个，你刚刚说的申辩什么呢？吵架的时候多说无益，为什么？因为生气的那边什么也听不进去，所以呢，这个时候呢。总要有一方先闭嘴，不管是谁，可能这次是妈妈，下次是大双，我们都要练习，当妈妈说的时候，我们该闭嘴就闭嘴。那轮流。不是不给你申辩的机会，而是在那个时候，我没有能力让你去听你的申辩，而你的申辩对于我而言，只会增加我里面的压力，让我更加的暴躁。理解我意思吗？好。我做这个总结啊，其实都差不多。其实讲白了，其实没什么特别的事情，对吧？大家都是一家人。所以呢，但我们今天学到了2个重要的功课。第一个，以后不管是妈妈觉
觉得自己要发脾气了，或是大双觉得自己要发脾气，或是我觉得我很不高兴了，我们就要让对方知道，对不起，我现在状态不对，你们最好先让我静一静，都要赶快告诉对方，不要让对方在莫名其妙的地方被吼了还被伤害了，这个是我们都不愿意，因为我们都很爱彼此，我们都很互相相亲相爱，我们不要伤害家人，所以我们一定要，这是我们的责任，我们要告诉说，对不起，我现在情绪很差，或者现在我要生气了，先不要惹我，或者先离我远一点啊，有一个保护我们的家人。第二，假装我们孩子不小心我们就生气爆了，那我们要注意，这时候呢，不管是谁先，总要有一个人当一个成人，因为那个生气的人已经变成一个疯子了，所以总要有一个人冷静下来，先离开。那其实这个人是我觉得是最有爱心的，因为他愿意先离开，先采取第一步做这件事情。那我希望我们都可以学习做这件事情。好，第三，最重要的一件事情，大双是很爱妈妈，我也是很爱妈妈，妈妈也是很爱我们，所以最后呢，我们要做这件事情，我们要大双抱抱妈妈，然后大双要说妈妈我爱你，然后我也要抱抱妈妈，我要说妈妈我爱你，然后妈妈要抱抱我们，一边一个说妈妈爱你们。好，在最后一个抱抱之前呢，我们还是要谢谢妈妈愿意坐下来听我们讲，跟我们说，因为这不是每个爸爸妈妈都能做到。我必须表扬妈妈，因为愿意这么做的父母其实是少数。谢谢你。真的是少数。应该嘛，这个家只有3个人嘛，都不是外人。对，但是不是每个人能做到。我要表扬你，因为你愿意，就说愿意坐下来跟我们说，也听我们说，而且用这么和平的方式说，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，必须表扬。所以现在我们要做最后一个。好，一个人一边，你坐别动，你坐别动，你一个人一边，我们一个人上。乖儿子，乖女儿，乖儿子，乖女儿。妈妈我爱你。妈妈我爱你。我想你。我也舍不得你啊。那你说你爱我们啊？我也爱，我说了啊，我说我也爱你们呐。希望今后我们3个人团结成一个。我们好好学习啊。